你上周四刚在最低点割肉，当天大盘就暴涨1347点，你刚下定决心再也不碰股票，指数周五又一路冲到42267点，2天涨了近2200点。你看着屏幕上一片通红的 K 线，听着身边所有人都在讨论 AI， 讨论辉达，讨论台股要破5万点，心里像有1万只蚂蚁在爬。你开始后悔，你开始怀疑自己，你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天生就不适合投资。你甚至已经打开了交易软件，准备把剩下的所有钱都砸进去，生怕错过这波百年一遇的大行情，先停手。如果你现在正处于这种状态，这个视频就是专门为你做的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会看懂主力现货拉抬、期货避险的双向操作套路，学会区分市场上那些转瞬即逝的烟火和真正有基本面支撑的主菜，掌握 AI 基建3大未来最值得关注的主线，以及一套能帮你克服 FOMO、避免追高被套的交易框架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会明白，投资最怕的从来不是少赚，而是不知道自己买的到底是什么，以及自己正处于市场情绪的哪个阶段。现在打开你的交易软件，看看融资余额，你会发现，就在上周四大盘暴涨的那一天，台股融资余额一天暴增了超过120亿新台币。那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？就在散户疯狂加杠杆追高的同时，外资在现货市场大买超603亿，创下了今年以来单日买超新高。但另一边，台指期货的净空单却高达44454口，同样创下了历史新高。一边疯狂买现货，一边疯狂空期货，这到底是看多还是看空？很多散户看到这个数据，第一反应就是外资在出货，在诱多，马上就要大跌了。然后他们要么赶紧卖掉手里的股票，要么继续拿着现金不敢动。还有一部分人觉得这是外资在搞阴谋，准备收割完多头再收割空头。其实都不是，这个操作一点都不复杂，这是所有大型机构最常用的一种风控手段。说白了就是现货吃波段，期货控风险。这就像你开了一家餐厅，生意特别好，每天都能赚很多钱，但你同时也买了一份火灾保险，不是你希望餐厅着火，而是你知道万一出事儿，你能保住你已经赚到的利润，甚至还能多赚一点外资。现在就是这么做的，他们在低位买了大量的核心资产，现在大盘涨上来了，他们赚了很多钱，但他们也知道市场情绪已经过热了，随时可能出现大幅回调，所以他们在期货市场开了空单作为对冲。如果大盘继续涨，他们现货赚的钱会远远超过期货亏的钱。如果大盘真的跌了，期货赚的钱可以弥补现货的损失，甚至还能保持盈利。这才是机构的真实意图。他们既不是单纯看多，也不是单纯看空，他们是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，尽可能多的赚取这波行情的利润。而散户呢？散户要么全仓看多，要么全仓看空，要么在最低点割肉，要么在最高点追高，永远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。这就是为什么大盘涨了2200点，很多人的账户不仅没有创新高，反而还亏钱了。讲到这里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这波行情了，那就顺手点个赞，说明你已经抓到重点了。很多人炒股炒了一辈子，都没看懂这个最基本的机构操作逻辑。我们再来看辉达的财报，很多人都知道辉达财报超预期，但很少有人真正看懂这份财报到底意味着什么。辉达这一季度的营收是816亿美元，其中资料中心收入就达到了752亿美元，毛利率高达 74.9%。 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意味着辉达每卖出100块钱的产品就能赚 74.9 块钱的毛利。这个毛利率在整个半导体行业，甚至在整个科技行业都是绝无仅有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辉达的营收不是靠炒作题材炒上来的，是靠实实在在的订单堆起来的。现在全球所有的科技巨头，不管是谷歌、微软、亚马逊还是 Meta、特斯拉，都在疯狂的买辉达的 GPU， 建自己的 AI 数据中心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 AI 已经不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了，它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实体资本支出。现在的 AI 就像20年前的互联网，10年前的智能手机，已经进入了大规模基建的阶段。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全新的 iFactory 时代的到来。但问题来了，既然 AI 这么好，为什么很多人买了 AI 概念股却还是亏钱了？因为你买错了，你买的不是 AI 的主菜，而是主力放给你看的烟火。什么是烟火？
就是那些没有基本面支撑，纯粹靠资金炒作起来的低价股、垃圾股。比如前段时间暴涨的面板双虎，还有一些名字里带个 AI 就涨上天的股票，这些股票涨得快，跌得更快。主力拉一波，散户追进去，主力就出货了，留下散户在高位站岗。这些股票的上涨本质上只是一种流动性溢价。当市场上的钱太多了，又没有足够多的好股票可以买的时候，资金就会去炒那些便宜、盘子小、容易拉抬的股票。这就像过年放烟花，看起来很热闹、很漂亮，但几秒钟就没了。而什么是主菜？主菜就是那些有实实在在的订单、有业绩支撑、有产业逻辑的公司。这些公司的上涨不是靠资金炒作，而是靠基本面的改善。他们的股价可能不会一天涨10%，但会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上走，而且能走得很远。现在的 AI 产业链就像一棵大树，很多人只看到了最顶端的辉达这朵花，却没有看到下面的树干和树根。其实真正的机会恰恰藏在这些不那么起眼的地方。我们可以把 AI 产业链从算力往下拆解，晶片越强大，需要的功耗就越高，功耗越高，电源架构就越复杂。电源架构越复杂，对被动元件的需求就越大。同时，晶片越先进，封装就越复杂，封装越复杂，对 ABF 载板的需求就越大。而当数据中心变得越来越大，传统的铜线传输就会遇到物理极限，这时候 N 光子就会成为必然的解决方案。这就是 AI 基建的3大核心主线，也是接下来半年到1年市场真正的主菜。我们先来讲第一个主线，被动元件。很多人听到被动元件，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个夕阳产业，没什么技术含量，涨不动。但我要告诉你，现在的被动元件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以前的被动元件主要用在手机、电脑这些消费电子上，这些产品的功耗很低，对被动元件的要求也不高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 AI 伺服器的功耗是普通电脑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，一台高端 AI 伺服器的功耗可以达到几千瓦甚至上万瓦。这么高的功耗对电源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，你需要更多更高规格的高压 MLCC 和固态电容来保证电源的稳定和可靠。而且随着 AI 晶片的性能不断提升，伺服器的功耗还会继续增加，这意味着被动元件的需求会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。更重要的是，被动元件已经开始涨价了。Panasonic 等国际大厂已经宣布，从7月1日起全面调涨被动元件的价格。涨价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原材料银和铜的价格上涨，以及需求的大幅增加。这不是什么题材炒作，这是有实实在在的订单和报价背书的。涨价就意味着业绩的提升，业绩的提升就意味着股价的上涨，这才是真正的主菜。而且被动元件板块经过了之前的调整，现在的估值还很低，位置也很安全，它不像那些已经涨了好几倍的晶片股，随时可能回调。被动元件现在更像是一个低位的避风港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操作策略也很简单，不要追红 K， 等它拉回的时候分批建仓，不要一次买满，也不要指望它一天涨10%，耐心持有，等着业绩释放就好。接下来是第二个主线 ABF 载板，这是我认为目前确定性最高的一条主线，也是主力资金最集中的地方。什么是 ABF 载板？简单来说，它就是晶片的底座。晶片越先进，封装越复杂，对 ABF 载板的要求就越高，需求量也越大。以前的晶片都是单芯片封装，一片 ABF 载板只能装一个晶片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先进封装技术出现了，比如 FOPP 面板级、删除型封装，还有 EFB 技术。这些技术可以把多个晶片封装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更大的芯片。这就意味着一片 ABF 载板现在可以装多个晶片，而且先进封装对 ABF 载板的层数、精度、可靠性的要求也比以前高得多，这直接导致了 ABF 载板的需求量和价值量都出现了成倍的增长。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催化剂，就是 AMD 即将推出新一代的 AI 平台 Helios 以及第6代 ePi-C 处理器，这些产品都采用了最先进的封装技术，对 ABF 载板的需求非常大。AMD 现在正在和辉达激烈竞争 AI 市场，辉达的 GPU 供不应求，很多客户都在转向 AMD， 这意味着 AMD 的订单会非常饱满，而这会直接传导到上游的 ABF 载板厂商。
ABF 载板的逻辑非常硬，需求非常确定，而且供给端还有壁垒，不是随便什么公司都能生产高端 ABF 载板的。全球能生产高端 ABF 载板的公司就那么几家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议价能力很强，业绩也会非常稳定。操作策略方面， ABF 载板是你的核心持仓，应该占你仓位的最大比例，但也不要追高，等它回测守稳关键支撑位的时候再分批布局。不要想着买在最低点，只要买在上升趋势的中段就已经足够了。然后是第三个主线，硒光子与 CPU， 这是未来技术弹性最大的一条主线，但同时也是波动最大的一条主线。为什么需要 FAN 的光子？因为传统的铜线传输已经遇到了物理极限。你想想，现在一个 AI 数据中心里有几万台甚至几十万台伺服器，这些伺服器之间需要大量的数据传输。用铜线传输的话，距离越长，信号衰减就越严重，功耗也越高，而且铜线的传输速度也已经跟不上 AI 算力的增长速度了。这就像你家里的水管，以前你用的是细水管，水流很小，现在你换了一个大浴缸，需要大量的水，细水管就不够用了，你必须换成更粗的水管。硒光子就是那个更粗的水管，它用光来传输数据，速度更快，距离更远，功耗更低，抗干扰能力也更强。未来的 AI 数据中心必然会全面转向 LNT 光子技术。根据行业预测，硒光子技术将会在2026年迎来大规模商转，也就是说现在正是布局的最佳时机。但同时也要注意，硒光子现在还处于技术导入期，很多公司的业绩还没有释放出来，所以它的股价波动会非常大，很容易暴涨暴跌。操作策略也很明确，适合用小仓位参与事件交易。比如即将到来的 Computex 展览，很多法光子公司都会发布新的产品和技术，这时候就会有交易性的机会，但不要重仓，也不要长期持有，赚到钱就走，不要恋战。现在你应该明白了，为什么大盘涨了2200点，你却没有赚到钱，因为你一直在追那些烟火，而忽略了真正的主菜。你一直在追那些已经涨了好几倍的妖股，而错过了那些刚刚启动的有基本面支撑的好公司。那接下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操作？我给你一个4层布局框架，你可以直接套用。第一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，是核心主线，也就是 ABF 载板，这部分应该占你仓位的 40% 左右，这是你的基本盘，是你能稳稳赚到钱的部分。第二层是低位避风港，也就是被动元件，这部分占你仓位的 30% 左右，它能帮你抵御市场的波动，让你在大盘回调的时候不会亏太多钱。第三层是弹性攻击，也就是硒光子与 CPU， 这部分占你仓位的 20% 左右，用小仓位去博高收益，即使亏了也不会影响你的整体收益。第四层是全值绩优股回补，这部分占你仓位的 10% 左右，留一部分现金，等大盘出现大幅回调的时候，去买那些被错杀的优质蓝筹股。这个布局框架兼顾了收益性和安全性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不管大盘是涨是跌，你都能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。除了布局框架之外，我还要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易心法，叫做狙击手子弹理论。很多散户买股票喜欢一把梭，看到一只股票涨了，就把所有的钱都砸进去，结果一买就跌，然后就被套牢了。而真正的高手就像狙击手一样，他们不会一上来就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光，他们会先打一发子弹试探一下，如果打中了，也就是股票涨了，突破了关键压力位，他们再继续加仓；如果没打中，也就是股票跌了，跌破了关键支撑位，他们就会立刻止损，不会再继续加仓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先用1/3的仓位核心建仓。如果股票跌破了你的止损位，立刻卖掉，不要犹豫。如果股票突破了关键压力位，再加1/3的仓位。如果继续突破，再加最后1/3的仓位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你永远不会因为一次错误的判断而亏掉所有的钱。而且，当股票真的开始上涨的时候，你也有足够的仓位，能吃到大部分的利润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绝对不要硬扛融资盘。融资是一把双刃剑，用得好能让你快速赚钱，用不好能让你倾家荡产。当市场出现大幅回调的时候，融资盘会被强制平仓，这会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，形成多杀多的局面。很多人在牛市里赚了很多钱，但最后都亏在了融资上。
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用融资，最多只能用20%的仓位，而且一旦股票跌破了你的止损位，立刻平仓，不要有任何幻想。我们再来说说 Computex 展览，很多人都在问 Computex 之前要不要买股票， Computex 之后会不会跌。其实事件交易的操作节奏非常固定，就是展前买预期，展中震荡消化，展后看实质订单。在展览之前，市场会对展览上可能发布的新产品、新技术充满期待，这时候相关的股票就会上涨。等到展览正式开始的时候，利好兑现，很多人就会开始出货，股价就会开始震荡消化。等到展览结束之后，大家会看有没有实实在在的订单落地，如果有订单，股价会继续上涨；如果没有订单，股价就会下跌。所以如果你想参与 Computex 的行情，现在就应该开始布局了。等到展览正式开始的时候，就应该考虑止盈了，不要等到展览结束了才冲进去接盘。现在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台股2天涨了2200点，我们到底应该贪婪还是恐惧？我的答案是，既不要贪婪，也不要恐惧，要冷静。台股越热，心要越冷，指数越高，手要越稳。不要因为别人都在赚钱，你就着急；不要因为大盘涨了，你就觉得自己必须马上买股票。投资不是比赛，不是谁赚得快谁就赢。投资是一场马拉松，谁能活得久，谁才是最后的赢家。很多人在牛市里赚了很多钱，但在熊市里都亏回去了，因为他们只学会了怎么赚钱，却没有学会怎么控制风险。现在的市场确实有很多机会，但同时也有很多陷阱。你要学会区分哪些是真正的机会，哪些是主力设下的陷阱。你要学会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，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。现在你属于哪一种？是手里拿着现金焦虑得睡不着觉，生怕错过每一个上涨的机会，是手里有股票但没怎么涨，看着别人赚钱心里痒痒，是刚在最高点追进去，现在每天都在担心会不会大跌，还是一直保持冷静，耐心等着市场给你更好的买入机会。把你的真实状态写在评论区，我会挑最集中的几种情况，在评论区直接帮你拆解对应的操作思路和避坑要点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所有投资都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请你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财务状况，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。